亚迪是中共的特洛伊木马舰队，这种话你能讲得出来？李正杰将军当年被派到桃园，每天开着悍马车，然后就去追飞机，然后就等着看有没有中共的部队。就赖清德立委搞。狐狸老部人去马被吃死了，完全是个三立设计好局啊！他们想要抓江启臣，由三立的诚信高层主管，后来决定开始操作国安破口。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比亚迪事件开头是这样子，最近啊传出比亚迪想要来台湾，然后透过媒体来牵线立法院的高层。一开始传的绘声绘影说，哎呀，这里面要接触到韩国瑜，要接触到江启臣啊。结果啊，这事情一爆发之后呢，黄国昌跳出来爆料说，这背后比亚迪来的是谁？是太古汽车集团呐。太古汽车集团在台湾是有落地的，是他们请他来宴请立院高层。谁来约的呢？是由三立的诚信高层主管，然后来约江启臣韩国瑜的幕僚及立院总务处长廖炯智，然后呢被黄国昌踢爆，这是三立设计好狗仔拍摄，大肆批评这个事件啊，并且呢三立政论节目一直说跟民众党有关系，这完全是一个局。而这个局好笑的地方就是他们想把民众党给拖下水，所以黄国昌出来说啊，水很深，故意的，他们想要抓江启臣，并且呢开始操作所谓的国安破口。国安地图上的潜在破口，学者接比亚迪来台背后的国安治安阴影啊！那这个学者是谁呢？是一个超绿的成大教师，叫李宗宪，胡说八道。他贴了一张比亚迪官网的图，因为官网上面写说听你说话，拍你的影像，然后传送资料回中国。他说这个电动车的功能就是国安巨大的破口。那请问特斯拉不会拍吗？请问行车记录器不会拍吗？现在电动智能车不是都是这个样子吗？这是完全在鬼扯淡。各种绿营的特意啊倾巢而出啊！自由时报，中国高额补贴、低价倾销的再次伤害，说什么？比亚迪就是高额补贴、低价倾销，他是搞错还是搞对啊？中国电动车早就经历过了高额补贴的时代了，虽然确实很卷，有所谓的低价竞争，但也以比亚迪为首，比亚迪并不完全做低价竞争，它是做性价比竞争。也就是说，我造出来车，我就是能够控制成本到这么低，那我在卖的时候，我也不特意的去抬价来卖，而是以我的这个成本加上我觉得合理的利润来进行销售。那怎么控管成本呢？并不是透过中国政府的高额补贴，早就没补贴了，倒几家车厂了，你什么东西啊？你还不搞不清楚，乱讲一通啊！我说这就是绿美的水准，我一点都不意外。不是人矿，你们跟搞不清楚，比亚迪的产线自动化的程度远超乎你想象。台湾一年卖不到50万辆新车啊，比亚迪一年卖车造车超过400万辆啊，年年创新高啊。更好笑是上报，比亚迪进攻台湾是纯卖车吗？台湾的车市这么的少，台湾现在有问题，台湾的电动桩根本跟不上电动车的发展。比亚迪来是卖混动车啊，比亚迪真的在乎这1000台的销量吗？台湾车市不到销量也难以放大，比亚迪真的纯卖车吗？比亚迪就是中共国企中原海运在中间扮演关键角色，该公司打着民用旗号深度参与中共军队军事活动，成为中共的一支特洛伊木马舰队。各位啊，比亚迪是中共的特洛伊木马舰队啊！这到底在讲什么啊？还在特洛伊木马舰队乱搞一通嘛，根本没办法比喻啊！欧洲比亚迪已经卖得一塌糊涂了，又在特洛伊，哪次不是木马舰队？我跟你讲，最经典的还是什么？当年赖清德在那边质疑说，飞机里面会藏着中共的军队，然后呢，飞机下来的时候呢，中共部队会从那边呢顺势出来，然后后面会跟着战斗机，因为他们要开放那个两岸直航的时候。然后好笑的来了，当时呢，国防部还真的做了一个应处，就派将军带着一支部队，然后开着悍马车，每天就在机场 stand by， 只要有飞机降落，然后他们的悍马车就跟着飞机降落啊，开到那个飞机降落附近，然后人下来的时候，然后他们监控，如果没有解放军，他们再撤回去。当年就是赖清德去质询了这一位在桃园机场带领部队抓特洛伊木马舰队的，大家知道这位将军是谁吗？那个人就叫做李正杰将军，从2011年到现在还在特洛伊木马舰队。
借这个机会，王定宇就说我要修法补漏洞。你看，这是一整个套路这是一整个连拳更好笑的是，他说啊，你们怎么可以大啖米其林美食啊？可是据说廖炯智本人吃素啊，他当天根本吃不了东西啊，他约了老半天，结果对方吃素都不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智障的事情。还有高手比密木马屠城更严重千万倍，三立 news 科技专家示警，每一台中国车都是禽收小失败。各位呀，这相当于当年陈柏惟说的扫地机器人会监控你家。还没结束哦，那个说川普是假消息的那位郭智辉部长提出这个3000亿台积电的投资有收报这个相关的讯息，这个是假讯息，好不好？部长连川普说3000亿把台积电卖了都不知道，都在睡觉。但是呢，部长这时候就醒了，坚定守护国家产业与能源安全，推动多元发展策略。部长平常都在睡觉，睡到连台积电3000亿要卖掉都不知道。但是这个时候讲到比亚迪要来台湾，他就醒了。这个国家真的疯了，这整群人就是一群超级草台班子 and 智障，然后他们觉得他们很厉害，是一群低能儿。还有商业周刊也来了，比亚迪所到之处就是价格战，业界若来台湾恐摧毁本土生产体系。谁写的？中央社、绿媒、官媒、侧翼、网媒、轮媒全上。好，所以为什么阿管去挺比亚迪这件事情呢？我是支持的，因为比亚迪的车真的很屌啊！这是3月新上架的，这个是属于顶级车啦，仰望 U7。所以我不是说要贬低什么，而是说人家真的是全心全意在发展电动车。而他们发展电动车不是只是把电动车做得很好，而是他们甚至是把他们的整个发电的产业，而且更多的是用绿能产业来发展。比亚迪只是中国近年来整个发展的一个具体而为的趋势，趋势的本身事实上它的重点是中国的整个的现代化的推进的速度，它是有全局布局的，它的发电、它的输电网、它的储能、它的调配，而且它不害怕整个国家疯狂的对电的需求的上升，而且大力的去推动所有的车子往电动化去改变。那这个也可以让中国对于石油、对于天然气、对于石化能源的需求的显著下降，因为它是整体布局嘛。所以你就想今天中国大陆在做什么事情？那我们忙着在攻击比亚迪是高补贴、低价竞争。这个民进党是跟疯子一样，牵鸟就去智障。所以我经常来看比亚迪的销售数字。其实我也知道今年7月比亚迪销售数字不如预期嘛，在中国大陆国内还萎缩了8%嘛。你等我13号，我不就去比亚迪了吗？我讲出来了哦。给大家看看为什么中国汽车世界第一。这句话是真的。2024年中国汽车销量再创历史新高，双双超过3100万辆。中国汽车产值与产量均位于世界第一，总量连续16年稳居全球第一。中国汽车2024年产量达到3128万辆，销量达到3143万辆。所以馆长真的没有乱讲，中国汽车世界第一。大陆的车又便宜又大碗，我让你们看看，台湾玩车的人非常清楚，台湾玩车就是一个很恶劣的环境。所以为什么 MG 在台湾卖爆了？ MG 什么是上汽名爵，这个在对岸根本就不是牌子的牌子。然后呢 MG 的台湾销量总排行靠着一款车可以迈进第5名啊，就靠一个 MG HS 就卖爆了，其他都是打品牌战队的。台湾就是台湾的车的市场，就把我们生吞活剥啊，什么都选配啊，什么都加钱啊，然后买到的车也不怎么样啊。如果有更好的车、更便宜、更好用的，你绝对换。你管它哪里做的，就像你拿的 iPhone 一样啊，中国做的啦，你要不要丢掉？讲得真好，你的手机都是中国做的啦，你要不要丢掉？全部，如果你真要丢的话，那我们桌面要清空了，全部要清空了，里面都有中国零组件。其实比亚迪背后比较好笑的地方就是说，为什么台湾人要当盘子？台湾人当盘子当得非常非常的久了，车子真的很贵。然后这一次民进党竟然可以把车商来台湾接洽，说是不是可以进口这件事情，把它变成国安危机，然后可以写一串。对不对？你看，从商周、中央社、三立、自由时报、民视、新头壳，什么无所不漏，大纪元、传媒、轮媒都出来了，非常的扯。这一轮他是要整江启臣，那另外呢就是要打馆长嘛。所以那他主要带的就是要针对罢免的部分来再次煽起所谓抗中保台的热潮嘛。说不然用那么大的力气要干嘛呢？还有就是实际的利益嘛，台湾的车商会联合抵制比亚迪进来，这是正常的。所以这里面既有政治上的斗争，也有经济上的斗争，是这个部分。